小故事屋。我是小熊嘟嘟嘟，只爱笑，不爱哭。山羊的宝藏。请问嘟嘟熊在家吗？来了。你好，嘟嘟熊大侦探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请说，是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多年前我离开了家乡，这次回来想找到小时候藏的东西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。你还记得藏东西的地方吗？记得，我去过了，没有找到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就在那边。他们来到一片草地，山羊指着一块大石头。我小时候从这块大石头往前走10步，埋下了一只小箱子。现在我走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。你小时候个子矮，步子就小，那个时候的10步相当于你现在的5步左右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我再试试。山羊从大石头往前走了5步，往下挖，真的找到了小时候埋藏的小箱子。在这儿，我找到了。嘟嘟熊，我在一棵小树的树洞里还藏了一个小盒子。我在树林里把每一棵小树都找了，可是现在树没找到，小树洞也没有找到。那是一棵什么树？是杨树。杨树生长得很快，你离开了几年，这棵小杨树应该长成大树了。我们需要找一棵有树洞的大树。好。他们仔细寻找，终于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发现了一个树洞，小盒子就藏在树洞里。找到了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小盒子？是，就是这个。山羊又带着嘟嘟熊来到了小河。小时候，我和在这儿玩的小鸭子是好朋友，你能帮我找到它吗？它有什么特征？它头顶有个红点。就是它。我不认识你呀。肯定不是它，鸭子长得很快，不可能几年没变化。小鸭子，你见过和你一样头上有红点的鸭子吗？见过呀，是我奶奶，她在那边。奶奶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好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好久不见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就这样，山羊找到了他童年的好朋友。谢谢你，嘟嘟熊大侦探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不客气。四季的歌。春天的时候，一只小鸟唱着歌飞过小池塘。你好，小鸟。荷塘里的小荷包叫它。小鸟飞过去，落在荷叶上。小荷包说：你的歌真好听。这是春天的歌。小鸟又唱了起来。以后小鸟每天都来唱歌。小荷包一天天长大，开出了美丽的荷花。这时候小鸟就开始唱夏天的歌。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秋雨。小鸟再来到池塘边的时候，发现荷花不见了，河面上飘着一瓣瓣粉色的花瓣。小鸟
很忧伤。他不能再听我唱歌了。突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该唱秋天的歌了。原来，开过花朵的茎上结了一个鼓鼓的莲蓬。哈，小荷包变成了莲蓬。小鸟开心地唱起了秋天的歌。不过，我快要离开了。小鸟问：那谁来听我唱冬天的歌呢？请你唱给莲子宝宝听吧，它们会在水里度过整个冬天，明年变成新的小荷包，接着听你来唱歌。有只小老鼠，鼻头圆圆的，不光鼻头圆，还有个圆圆小屁屁。圆鼻头圆屁屁，看起来真美丽。所以它的名字叫包比，包比，包比。小树叶，一片小树叶变成小扇子，包比轻轻扇，变成小雨伞。下雨头上遮，树叶变小船，包比坐上去，扑通，掉进水里边。一片小树叶变成小扇子，包比轻轻扇，变成小雨伞。下雨头上遮，树叶变小船，包比坐上去，扑通，掉进水里边。闭上小眼睛，转转小眼珠，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揪揪小耳朵，像只小兔子，捏捏小鼻子，像只小猴子，抬抬头，点点头，左扭扭，右扭扭，像只小蜗牛，伸伸胳膊，蹬蹬脚，扭扭小屁股，像只小企鹅。休息操做好了，我们接着看动画吧。剪剪贴贴，大树。准备材料：手工材料纸、剪刀、双面胶。拿出绿色长方形彩纸，来回风琴折。把折好的彩纸对折，中间用双面胶粘住，把折纸轻轻打开成小扇形，多做几个备用。剪下树干贴在纸上，把折好的小扇形贴在树杈上，再剪一些小草贴在下面。亲子手工，奇幻太空。准备材料：手工材料纸、胶棒、彩笔、安全剪刀。你喜欢奇幻的太空吗？来做一幅立体太空图吧。拿出手工材料卡，分别取下里面的白色圆形，把白色圆形里的星球和各种飞行物等配件剪下来，给没有涂色的地方涂上色。把星球和飞行物分别贴在4张太空拼插卡上，注意
尽量贴得错落有致。把4张材料卡的4边分别插在卡片上，变成立体结构。瞧，奇幻的立体太空图做好了。山洞里有妖怪。这一天，嘟嘟熊遇到了急匆匆的小刺猬。嘟嘟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刺猬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小刺猬还没说完，小松鼠也急匆匆赶来了。山洞里有妖怪！妖怪长什么样？我没看见，但是我的铁盒子掉在地上的时候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，那个妖怪也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。山洞里传出来可怕的声音，咣当咣当咣当。我也没有看见妖怪，可是刚才我被石头绊倒，哎呦了一声，那个妖怪也学着我叫哎呦。嘟嘟熊听到这里哈哈大笑。走，咱们去见识一下这个妖怪。还去啊？有我在，放心吧。走。大家跟着嘟嘟熊一起来到山洞前。就是这里了。你好啊！你好啊！妖怪！我是嘟嘟熊，我喜欢你。我是嘟嘟熊，我喜欢你。他说他是嘟嘟熊，嘟嘟熊就在这里，他怎么可能是嘟嘟熊啊？奇怪，妖怪为什么要学我们说话呢？小伙伴很好奇，嘟嘟熊告诉大家，这可不是妖怪，而是回声。回声？回声，因为我们发出了声音，声波散发出去后又被山洞的石壁给反射回来，所以我们就能听到回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真神奇！你们再试试。你好，你好，真好玩！真好玩！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们喜欢，爸爸妈妈可以轻轻点一下订阅哦，这样每天都有新故事陪宝贝一起听。有时候爸爸妈妈在做家务、开车，或者在睡前想让宝贝安静听故事，都可以打开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， 搜索小故事屋，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我们的故事哦。期待下次再和你们一起讲故事哦。